上个月我刚修好了网络，结果一次断电，整栋楼又断网了。美女房东搞不定，只能把我喊了回来。嘿，房东，走吧，看看这次断网又是什么原因。我用电脑接上交换机，等了许久，网络果然迟迟没有进来。那我就要查询一下电脑目前的 IP 地址是多少了。正当我要检查的时候，就突然跳出这个界面，这就意味着我电脑之前没有连接过这设备，那多半是这个设备在影响整个网络了。我看了下 IP 地址，它的地址是192.168.0.100。我浏览器输入这串地址，打算进后台看看它是什么设备的时候，没想到的是浏览器就显示无法访问这个地址。开始我还以为是浏览器不兼容，但是我换了浏览器也是怎么都进不去，就连清除缓存了也不行。当时我就拼试下，看看能不能拼通，结果拼倒是可以拼得通，但是后台就进不去。那先不纠结这个了，反正这个设备是必须要找到的，因为它正在影响整个网络。于是我就通过拔线看拼的方法去找它。如果我拔对了哪条线，那么拼它就会超时。就在我拔第一条线的时候，我看了下拼，结果拼它就超时了。当时还以为运气挺好的，拔第一条就拔对了。但是我在把这网线接回去验证的时候，奇怪的事就来了，拼怎么还是超时的？这不应该呀！当时我以为是我电脑又获取到其他网段了，于是我就给我电脑设置了个静态地址，看看能不能拼通它。哪成想我设置完静态地址后，发现也是拼不通的，这就奇怪了。网线明明接了回去，这个设备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？喂，这地址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刚才还在呀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设置的地址存在冲突，于是我又改了下地址，看看能不能拼得通。后面发现就算改了地址也是无法拼通的。罢了，既然这个设备消失了，那网络应该恢复正常了吧？于是我就把我的电脑改回了自动获取模式，看看网络有没有恢复过来。我改完毕后发现，不但上不了网不说，就连电脑的地址也是空白的，这不应该呀！我马上看了下路由器烂口，发现路由器烂口它是亮的，那为什么就没有 IP 地址呢？于是我就把交换机的线给拔了，用我电脑接上去，看看单独连接能不能获取到地址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个地址居然又出现了，这不对呀！这路由器除了我和房东，就没有人知道密码了，那还有谁能进来把 IP 地址给改了？于是我就问了下房东，这个有人调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地址变成这个了？没有人调过。罢了，既然房东也不知道，那就先不纠结这个了。当时我输入地址，打算去后台看下断网的原因，但却发现怎么都进不去。我又看了下我电脑 IP 地址，发现地址空白不说，就连拼也是拼不通的。我看了下路由器的烂口，它的物理链接是没问题的，那应该是路由器某种配置出了什么问题。正当我准备还原出厂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它万口灯居然是不亮的。哦，这万口居然还不亮，得看一下光猫了。我看了一下光猫，光猫它是通电的，但是路由器的万口灯咋就不亮了呢？是亮的。我开始以为是接触不良，但是我把它拔了再接回去，它还是不亮。那不是路由器有问题，就光猫有问题了。一般设备还是挺难坏的，所以我就考虑是不是网线的原因，所以我就换了另一条网线试了一下。拿那条网线给我试一下。哪一条？就是只有一条，我电脑那条网线，拿给我试一下。在这里看到了，不用了。新的网线接上去后，路由器的万口灯还是不亮，然后我又把网线接到第二个口上，发现也是不亮的，于是我就直接接到烂口上，看它会不会亮。结果这么一接，烂口就亮了，这下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路由器那几个端口坏了。就在我拆路由器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个小插曲，是网线咋一直粘着我的服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网线还是假网线，因为我正好带了个磁铁过来，这个角度看得不明显，我换个角度给大伙看一下吧。这个可以吸上来的，还是假网线。这假网线不行，假网线啊！我也是刚才被吸了下我才知道，这网线肯定要换了，因为它是负责整栋楼的主线，不用好点的网线怎么行？新的路由器买来后，我就给它配置上网了，配置的过程比较简单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网络恢复以后，我才发现这主交换机居然还有微刃隔离模式，
正好这边的小路由是非常的多，开启这个模式最适合不过了。我也大概讲一下交换机的微人隔离模式，这样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开启它了。交换机默认的情况下，全部的口都可以相互访问的，但只要其中一个口出现了小路由干扰，那么其他的口也全部跟着遭殃。如果开启了微人隔离模式，那么这些口只能和这个 uplink 口通信，后期哪怕其中任何一个口出现了小路由，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口了。接下来我就实验一番吧。我现在拼路由器，然后再随便拼个外网，都拼通后，接着我就把13号口给拔了，把 uplink 口的主线接到13号口上。大伙看吧，拼直接就超时了，因为隔离的缘故，哪怕主线接到交换机上也是拼不通的。要想网络恢复，只能把网线接到指定的 uplink 口上。估计这次测试好后，以后这边的网络再想出故障就非常的难了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这里总会莫名其妙的断网，之前有师傅来看过，但找不出来原因。我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也说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，只知道昨天有一半的人连接热点来工作，但现在断网的电脑网络又自己给恢复了，所以我就让小哥带我逛逛，看看还有没有断网的电脑。大概找了5、6台电脑左右，我们最终在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一台断网的电脑。你这有2个网络啊？2个网络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吧。之前用不了，它这个是直接插网线，我就拔掉，重插多搞2次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这个有2个网络在里面，网关是10，主网页码是255，但 IP 却是0网段。我看的没有设置静态，你这 IP 不对，对不上，上不了。它就是 IP 有问题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电脑它是0网段的，但网关却是110段的。我也是头一回见这种情况，所以我就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访问路由器的后台。外面是无线网卡的，都一个问题对吧？对，同一个问题。110进不去，看它能拼得通吗？110拼不通，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能找一台正常的电脑看一下它 IP 地址了。这个今天是正常。我看它 IP 地址是多少？你这个 IP 肯定对啊，110对110，你这个 IP 对啊。但是怎么说，它就今天就对上了，2天都用不了，它都是个感叹号。电信说是有网，但是 IP 地址对 IP 地址对不上。对，其实到这里就很明显了，他们网络里面存在小路由。我让他们带我去有路由器的地方看看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那个路由器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个。我们不知道，之前是人家接的时候插的，我们没有动过。插这口的不对了，你说这个了？我得拿电脑来试一下。我现在插上去看一下，看到它吐不吐 IP， 10有8、9的吐 IP 了。可以上网啊！我电脑接上去是可以正常上网的。我看了下 IP 是主路由的，那么这路由器应该是关闭了 DHCP 当 AP 来使用，所以干扰网络应该有其他路由。于是我就跟随小哥开始第2轮的查找，当时也是里里外外都翻了一遍，就连没插电的路由都翻了出来，愣是就找不到那路由器。就在这时候，那台断网的电脑自己又恢复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当时我也纳闷得很，像这种情况很像是小路由干扰网络，但网关又是主路由，所以我就尝试抓包看一下内部网络是什么情况。我在广播里面找到了一个.0.1的设备，我这里记了一下它的 MAC 地址，然后去刚才路由器那边核对了一下。大伙看吧， MAC 地址还真的是它的，但我电脑接上去是可以正常上网不说， IP 也是正常的，这路由器貌似真的没有什么问题。当时我就把主线拔了再试一下，结果就这么一拔，它就真的吐了一个.0.29的 IP 出来，就连网关也变成了.0.1。于是我就马上接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接后台我看了下 DHCP，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它没有关掉，而且更加离谱的是，它万口上网的方式居然是拨号上网的，这种配置它居然还可以联网。后面我把它 DHCP 给关了，
把万口改成了字获取，从此阿莫网络才正常了过来。这路由器应该存在什么 bug， 光图地址不图网关了，你不抓包核对他的 MAC 地址，估计你很难怀疑是他的问题。这也难怪之前的师傅被他给忽悠过去了。好了，本期排查就到这里了。